寻访历史足迹，重温红色经典。欢迎收看今天的红色故事会。走进设在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你可以看到一条特殊的纯手工瓷器生产线，烟囱啊、炉窑啊、车间呢，一切都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的模样。在规模化、现代化制瓷工业大行其道的今天，为什么会保留这样一条古老陈旧的生产线呢？从这里诞生的精美瓷器，如今又身在何方啊？其实啊，在这些疑问的背后，是一段长期处于保密状态的历史。1974年，已经81岁高龄的毛泽东进行了最后一次南方视察。他在湖南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在长沙度过了自己的生日。按计划，他的下一站是江西。这年12月的一天，负责警卫接待工作的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匆匆赶赴湖南。在这里，他见到一个画着梅花的瓷盘。我看以后，我就要求，我说你这个没有，我说我真的要把椅子漂亮好看。毛主席所使用的生活用词一直是指定湖南醴陵烧造，其独特的釉下五彩制瓷工艺在全国独树一帜。60年代，景德镇人曾经试制过这样的产品，结果却是好看而不耐用。并不了解前因后果的黄庆荣随口说了句大话。他说你敢说吧，是吧？我说我试一试。他说你吹牛。我说不是吹牛，看行动。开工没有回头箭，做一套主席用词的计划就在黄庆荣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之下开始了。接下任务的黄庆荣首先找到景德镇市委副书记李克石，由市委下命令组建了一个科研小组。轻工部陶瓷研究所所长方宗亲自召开动员大会，会议将这项任务定为陶瓷研究所1975年的首要任务，命名为7501。当时40岁的技术骨干罗惠荣被指定为项目负责人，样品自然就是黄庆荣从湖南带回来的瓷盘了。我心里那个时候年轻，也是有点火气。我想要就不搞，我肯定要超过湖南的，是吧啦？最先获得进展的是汪桂英领导的艺术设计室，几易其稿，最终决定使用水点粉彩的装饰技法，翠竹红梅、水点桃花和双面绘芙蓉3个花型被确定下来。因为毛主席写过梅花欢喜漫天雪，桃花源里可耕田等诗句，一切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喜好去考虑的。但是这样子花跟他不一样，桃花和玫瑰。瓷器生产的第一关是原料。按照梅花、桃花的艺术设计构思，图案要在纯净的高白釉瓷器上才能表现得更加灵动飘逸。可是到哪里去找这种原料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抚州临川曾经出产过一种堪称完美的高岭土。这抚州有，没汽车，我派汽车，你马上走，我派去送他，马上带2部大车，前往那个坝尾去，带着走。2卡车瓷土很快送到陶研所，而这还是不能用的原料。情急之下，党委书记带头，所有的行政人员下到一线，干起了选矿的粗活。所以好像挑绿豆、挑黄豆那样挑啊。神奇的瓷土只是7501瓷传奇的开始，瓷器生产环环相扣，难题一个接着一个。从瓷器的安全性角度考虑，7501采用了釉下彩工艺，
釉就像一个保护层，可以防止瓷器在使用时绘画原料中的有毒物质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人们先在做好的瓷坯上用颜料画好图案，再整个涂上一层透明的釉，然后放入窑中经受至少1000度的高温。而颜料在这个温度下会产生难以控制的化学变化。所里用加急电报召回了正在外地的技术人员许作龙。当得知自己的任务是为釉下红梅配制颜料，许作龙信心满满。可是到了开窑的那一刻，取出来瓷器上的颜色却有裂纹。那么问了，他就不要紧，下一次就好了，下一次好，那么下一次又开窑噻，开了窑才看到结果，那么开一次也还是存在问题，开一次要存在问题，后来就我就没办法，我就好急了。搞陶瓷是地方是基础，你还要收人，收人是关键，工艺操都是保证，大家都要协调起来。公关小组发现，画面开裂的主要原因是颜料和釉面的膨胀系数不一致。后来怎么解决？发包，一个是再掺点釉下去。做到这个份上，参与7501任务的所有人都为这套瓷器豁出去了，不仅是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意，也是为了用一种超越前人的作品来维持景德镇不可撼动的瓷都地位。景德镇流传一句话：生在成型，死在烧成。在攻克原料和颜料的难题后，7501瓷器面临着最后一把火的考验。于刀才是景德镇赫赫有名的把庄师傅，15岁就开始学习烧窑，人送绰号火眼金睛。我看到窑里头了呀，烧成个到熄火的时间呢，到底几度温度我看得到，自己烧好没烧好呢，也看得到。7501采用的特殊原料必须在14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窑体内部不同部位会存在温度差异。通常情况下，窑体中间温度低，4个窑门附近的温度会高一些。作为景德镇最有功力的把庄师傅，怎样保证成品率高而又不倒窑？情急之下，于刀才急火攻心。录得2个了，记得了。烧不成功了，烧不成功就，那你不去烧窑去了，那就修批评了。为了这套瓷器几乎豁出命去的于刀才，终于想出了个土办法，解决了窑体内部温度差异的问题。拿糯米来了，不要用好米了，我沾点个米灰了，沾点那个米渣了，玩点水了。嘎进去的炉子温度就降的了。或许这又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奇迹。在那个没有温控设备的年代，于刀才仅靠一双眼睛，精确地把温度控制在1410至1420度之间。这也是景德镇历史上第一次采用1400度以上的温度烧制釉下五彩。7501生产大功告成，成品中精选了10套特等品，总计不过400-500件。一套图案为釉上彩水点桃花，另一套图案为釉上彩红梅，其余8套均为难度最高的釉下彩翠竹红梅。每套瓷器中配有一个精美绝伦的双面芙蓉对花碗。在光线照射下，7501瓷呈现出半透明的效果。壁厚不足毫米的茶杯注入开水后，用手紧握杯体也不会烫手。杯子加热到200度后，马上放进0度的水里，也不会炸裂。他抓的是套，然后说给毛主席的套。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这就算是好了，这个事情还不错，很好看。1976年，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
然而7501窑瓷的命运却没有因为它主人的离世而变得平淡。高贵的出身决定了7501窑是难以被超越的珍品。在后来的岁月里，它被众多收藏家争相追逐，几经传奇。被人们称为毛主席管家的吴连登同志曾经回忆说，主席吃饭的时候喜欢欣赏手里的饭碗，边吃饭边拿在手里转着来回的看。是啊，也许他从手上这只小小的饭碗当中感受到了精美工艺背后的深情厚谊。而几十年之后，揭开这段神秘的历史，不可复制的红色官窑，让后人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虔诚和伟大。好，观众朋友，今天的红色故事会就为您讲述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